随着美国2024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竞争日趋激烈。10号，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又一次狭路相逢，两人的对呛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据彭博新闻社网站3月10号报道，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同一天来到佐治亚这个战场州进行宣传拉票，而这种情况已经是今年第2次出现了。3月9号，拜登和特朗普分别前往佐治亚州城市亚特兰大和罗马。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竞选宣传视频，拿拜登的年龄做文章，并不忘抨击对手特朗普。Look, I'm not a young guy. That's no secret. But here's the deal. I understand how to get things don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在发布的视频中，拜登将年龄作为一种优势，随后提到自己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等领域所做的成绩，并不忘对特朗普进行批评。Donald Trump believes the job of the president is to take care of Donald Trump. I believe the job of the president is to fight for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at's what I'm doing. 在视频最后的花絮中，拜登不忘再次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总统一职的能力。Can we do one more take? Look, I'm very young, energetic, and handsome.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this for? 不出所料，拜登的竞选视频发布没多久，特朗普立刻用一段视频回击，痛点正是拜登的年龄和健康问题。拜登现年81岁，面临年龄认知能否胜任总统工作的质疑。上周举行的超级星期二党内初选，拜登与特朗普分别在自己的党内初选中胜出，两人再度对决2024的局面已成定局。但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两人都难以胜任总统。特朗普与拜登不止表面打嘴仗，私下里也在暗自发力，为获取更多支持和选票不遗余力。当地时间3月8号，匈牙利总统欧尔班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与其会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合照，还发文写道：“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面，让美国再次伟大吧，总统先生。”对此，拜登大为恼火，指责欧尔班是寻求削弱民主的独裁者。他还说，如果特朗普赢了大选，民主将会处于危险之中。You know who he's meeting with today and down in Mar-a-Lago? Orban of Hungary, who stated flatly he doesn't think democracy works. He's looking for dictatorship. 拜登补充称，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表示特朗普不能再赢了，因为我们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在上个月，拜登还说，有9国领导人告诉他，他必须在11月大选中获胜。据多家美媒预测，2024总统选举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大选。截至2023年底，拜登竞选团队已经筹集到1.18亿美元资金，而特朗普团队手头约有6600万美元，差距超过5200万美元。为此，特朗普努力争取已退选的竞争对手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的资助者。今年1月，他发出威胁称，如果黑利的资助者继续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他们将被禁止加入 MAGA 阵营。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9号报道，美国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之一航运业大亨乌伊莱因夫妇日前宣布，他们将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支持特朗普，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金融时报》指出，这对特朗普来说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美国白宫9号发布声明表示，拜登当天签署了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机构陷入部分停摆。此前，参议院于8号批准了价值为4600亿美元的6项支出法案，并提交给总统拜登签字。报道称，美国政府还需要就剩下的6项拨款法案进行谈判，以避免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部门陷入停摆。据悉，国会通过这些法案的最后期限是3月22号。另一方面，近期美国航空出事不断。当地时间8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事发后的画面显示，飞机以倾斜的状态停在草地上。一名乘客说，飞机着陆后，他听到一声巨响，飞机随后倾斜。Oh my goodness! Look at the back of the plane, man. It just shifted to the left, but I was kind of nervous, scared.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涉事飞机上有160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有乘客均已安全撤离，没有人员受伤。这是美联航1周内第4次发生紧急情况。
此外，据美媒报道，一架从旧金山起飞的波音777飞机在起飞中轮子掉落在了跑道上。另外，今年1月5号，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机飞行过程中，一个应急舱门脱落。初步调查显示，4个本应将门塞固定到位的螺栓缺失。当地时间9号，美国司法部对此展开刑事调查，约谈了飞行员和空乘人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司法人员的工作。另外，吊门事件中3名乘客的代理律师表示，已起诉波音公司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要求索赔10亿美元。